瑞德哥，现在尼泊尔的情势从我们一开始看到现在，一直发展，而且发展到现在是怎么样？现在的情绪，现在当地不管是军警都没办法压住。你看到这画面之后吓一跳，为什么？今天竟然有一个人，这个画面是有一个人被追到之后，他竟然跌到河里。我心想，这人是谁？我一查之后，天哪，竟然是尼泊尔的财政部长。 被人家追打到跳到河里去的，对，没有错。那么这一次呢，因为尼泊尔的政府呢，一口气禁了20几个社群，包括这个脸书啊，那么把这些社群这个相关的的网络呢，全部都禁掉。所以由年轻人所发起的这个所谓的历世代运动呢，就把只要是政府官员他们都把它当作泄恨的一个目标。所以我们现在看到那个财政部长有没有？对，财政部长不是被推下去，还追打。 他掉到河里面了，还一路狼狈了吧？你看，你把他推到河里面去，因为为什么人民的怨气啊？因为最主要其实是因为尼泊尔的老百姓过得很不好，他们过的这个日子呢，那么收入非常的少，但是呢，这些高官长期都贪污然后过着非常奢华的日子，所以呢才会被这个老百姓把他给这个推到下面去呢，还在河里面追打等等那么事实上不止这样而已。 照理前几天不是有那个侦报部队不是用那个塑胶子弹还有用警棍追打老百姓吗？结果没想到现在因为愤怒的老百姓人数太多了，人数多到警察投降。我们现在看到警察投降，这是警察，他们把双手举在头上。等一下，警察投降了。对他们把自己的上衣脱掉，然后投降等等向老百姓投降。为什么？因为老百姓人数报名人数太多，所以警察也不想这个我也是执勤而已，我也是领薪水而已我没有必要自己等于说投入这个相关的对抗呢。还有呢，那么有的警察只是逃亡。 逃亡以后呢，那个被老百姓追打，所以他们跑到哪里去游泳跑到河里面去那么老百姓一样用丢石头的方式来砸这些警察。这还有尼泊尔的议员因为尼泊尔的议员绝大多数都是这些这个贵族的贪腐的相关的这些这个有钱人所以呢，尼泊尔的议员则是搭直升机逃亡。呀，这画面也太惊人了！他是直接攀着，能够抓着。 我要赶快跑走！我跟你讲，因为那直升机不敢在附近的空地降落，他如果在附近的空地降落，老百姓一冲上来，连直升机的驾驶都没命所以他后来就用这种方式，就用吊挂的方式到各个执政党的议员呢，他们家办公室，然后把他们吊起来。其实这很危险一个不小心可能会摔死他就下去了。但问题是，如果你落在这个人民的手上，你这个大概也好不到哪里去。那这个男的是什么呢？这个是尼泊尔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媒体人那他为什么双手被捆绑，然后他坐在地上呢？因为他长期沦为尼泊尔执政党的这个传声筒。 所以抗议者很生气，就把他抓起来，说你长期不为老百姓，你身为一个媒体人你不为老百姓说话，那你反而为这些贪腐的这些等于说那个执政党的议员还有执政党能不能讲话？对，所以把他抓起来以后呢，要羞辱他就对了。除此之外呢，尼泊尔的总统的官邸呢，则是被直接这个等于说完全砸烂了，跑到里面去把它砸烂。不是为什么？拿东西直接往直接把这些这个官邸里面呢直接给砸烂，因为老百姓很生气他们现在就是事实上这个已经演变到后来本来只是抗议。 但演变到后来变成暴动了，甚至于有点像当年的这个等于说那么洛杉矶暴动一样，那么已经变成打砸抢，那还这个是砸东西那包括议会的大楼啦，还是政府的主要行政大楼啦，还有全部放火烧，直接把你放火烧掉。为什么？所以瑞德哥，我们这样一路看下来，他们一冲进去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一件事情：尼泊尔的贫富差距有多大？我们刚刚看在街上他们过这么惨，结果从总统府到议会大楼。 里面多美因为以前尼泊尔是君主立宪，后来不是发生了那个王室这个等于要自己自相残杀嘛，所以后来才改成这个民主选举，一度被毛派共产党给统治对，就共产党统治以后，他们本来以为左派来统治以后会比较好一点嘛，以人民优先，就不是左派统治者跟他们以前一样的贪腐所以他们尼泊尔老百姓非常失望，你看直接放火烧掉议会大厦，直接放火烧掉。不过他们这次另外有一个非常生气的地方在哪里？在中共的领导人习近平的身上。为什么？为什么这次突然间尼泊尔的总理呢，从93阅兵回来了以后，禁掉了他们的这个20几个，包括脸书的相关的这个，因为就是跟中共学的。
中共学者他认为啊，那么啊，你看他就拿着这个抗议者拿着习近平的照片，为什么他会抗议？因为是在他们执政党的办公室里面竟然放着习近平的头像，所以他在谴责说，我们尼泊尔国家执政党，然后呢，我们的执政党办公室竟然是放那个中共的领导头子、共产头子的习近平的头像，所以马上往后面一丢，把它给烧掉。愤怒烧了习近平又愤怒又烧掉。他连去年才成立的，号称花了大概快要200亿，那么落成的希尔顿大饭店呢，那么超5星级的大饭店也放火烧了。真的假的？这个是尼泊尔最新、最高贵、最豪华的，那么建筑也是吸引人家到尼泊尔去观光的大饭店。老百姓那么那个老百姓多愤怒啊，一把火就把它给烧掉。你就知道说，对老百姓来讲，那是非常愤怒的。那除此之外呢，因为已经到了无法掌控的地步啊，虽然尼泊尔宵禁，然后出动了警察、出动了军方啊，很多尼泊尔的老百姓干脆要乱就更乱一点，就跑到他们的监狱里面呢，直接打破监狱的大门，就把这些监狱里面的15000多个囚犯直接放出来。对，那后来有些是要从尼泊尔越过边界到这个印度去，在被尼泊尔在边界的时候被尼泊尔的军人啊逮捕了60几个啊。所以事实上呢，那么现在尼泊尔就由前大法官卡尔基呢担任临时的总理。对，因为当时这卡尔基啊，这个大法官呢，是因为反贪腐闻名的，但是他就被贪腐闻名的尼泊尔的政府呢给开除了。所以就是现在这个人，他现在是一个临时的总统哦。所以现在啊，就希望尼泊尔就希望，那么用这个等于卡尔基他的反贪污的形象呢，能够重新把从首都加德满都。那么少恒，你知道尼泊尔乱成什么样子？它是全世界坠机比例最高的，你知道吗？坠机比例最高，所以呢，它飞机掉下来，坠机比例最高。但问题就在于说，很多的钱都被他们政府的这些执政党啊，包括这些议员啊，给这个的污掉了。好不容易在2023年年底有20几个年轻人啊，那么选上了议员，但是比例还不到大概1/10而已啊。所以尼泊尔的改革之路还非常的漫长啊。结果没想到一个禁脸书，可以搞成尼泊尔的大暴动。因为这样看起来，现在尼泊尔大暴动之后，总理跑掉了，大家都在问，你刚刚看到习近平的照片，他也烧掉，那你中国，你习近平，你到底在哪？你不是要保护这些盟友吗？但现在一路看才发现是，现在习近平也很忙，为什么忙？他现在火箭军他又出了事情，他一个大清洗之外，他现在更要查是什么？他要倒查9年呢，倒查9年那是一个很远的事情。怎么会突然这样子突然查起来了？火箭军倒查9年，就是从李玉超开始出事以来哦，就开始全面整肃火箭军。但是呢，就在9月3号的这个阅兵之前呢，中国的这个军方的网站上面呢，他们军备采购的部分的网站呢，就公告了，从8月28号一直公告到9月1号。总共公告了将近有180条的公告，而这个公告当中呢，就列出了总共有74名的专家学者，包含有180家左右的供应商呢，全部都什么？就是116家供应商加74名的专家学者呢，全部都被停止权利。停止什么权利呢？未来不能去审查参加这个所谓的投标案的这些专家学者，也不能参与军方的投标的这些厂商们，总共有116家。对，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呢？因为他们勾结了所谓的军方进行所谓的围标、串标，另外还有提到投标提供虚假的资料。所以呢，你看到有一件事情哦，很好笑。你知道投标事情来看的话，如果按照军方所公布的这个资料来看的话，竟然在某一个标案当中呢，前4家的厂商完全这个投标金额都一模一样。你看一模一样到哪里？到个位数字哦，总共有28亿6951万5985块人民币。而第一家厂商叫做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一直到了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4家厂商完全一模一样，连到这个元的部分都一模一样。太厉害！这尾数98500、98500、985，大家都一样的。你就知道这个一定是围标嘛。这一定是同一个幕后老板，然后同一个所谓的用4家厂商的名词来围这个标嘛，那所以就被查到说，怎么都一样呢？这个情况之下呢，当然这些厂商全部都被列为所谓的拒绝往来户，全部被拉黑。但重点是说，当中竟然不是只有民间企业而已，竟然还有央企涉入。
所以代表说央企也上下其手，跟火箭军军方来讲的话，共同来合作，所以也难怪哦，这个习近平要整肃哦，而现在被人家爆出一个这个倒查9年哦。这个跟可能未来在整肃这个张幼霞又有关系，为什么这么讲呢？从今年开始，2025年倒查9年，应该是从2016年开始。但是你知道啊，其实火箭军的采购来讲的话，它涉及到3位司令，前魏凤和，还有周亚玲，还有现在李玉超被下来这个李玉超。结果这3任的火箭军是因为火箭军是在2016年、17年以后才编成的，而2012到2017是张幼霞在军委会当中担任装备部的这个发展部的这样的相关的职务的一个列管的一个司令，而张幼霞现在大家被认为说，如果火箭军倒查，如果是从2017开始查的话，可能就不会查到张幼霞，但是现在不是，本来2017的那个点呢被突破了。突破到了2016年，什么意思呢？那就如果你是从2016年开始查的话，就可能查到张幼霞。所以现在来讲呢，军委会何卫东一个副主席已经不见了。现在大家认为说，是不是张幼霞副主席要夺权？而现在张幼霞来讲的话，手上很多的黑资料，可能又被习近平在倒查9年的过程当中又被提出来，所以现在已经人家认为说，火箭军的倒查呢，不是只有涉及到飞弹能不能飞的问题，而是可能涉及到军方内部的政治斗争呢，可能更加严峻了。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